这位置，到了明年春天都是新的芽点。寒露的节气已经过了，相信下一个节气没错的话，应该叫做霜降。看我们的树莓，现在这上面带着果子的树莓已经开始收冻了。我们的树莓的叶片已经开始变成黄色、红色，还有绿色，还有褐色。这个温度呢，树莓已经不会再花芽分化。然后剩下的这些树莓的果子呢，在这个上面可能还能留一段时间。这个季节的树莓香味依然非常的牛。来看这个，我们建议大家30公分直径、30公分高度种的这个树莓，今年也结了好多的果子。看这一串上面全部都是结完的树莓的果子，这上面也一样。这树莓还有，但是这剩下的树莓已经不会再膨胀了，因为叶温已经也就是在个位数。果子的味道没有问题。温度降低之后，我们树莓会发生什么？树莓的杆子变红，这就是跟草莓一样，温度变低，它们自身形成的一个抗逆的反应，可能是分泌了一种叫花青素的东西，导致的叶杆、茎杆发红。我们现在可以把现在的加仑盆换到地栽或者是大盆子里面，也就是这么大的盆子里面。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是特别适合移栽的季节，现在移栽趁着地温还没有降到10度以内，它的根系还有一定的生根下扎的空间，就跟牡丹芍药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现在移栽完树莓，让它在立冬之前，或者在冬天到来之前长一些根系，到明年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它会更快的长根发孽芽，长得更大的植株，分出来更多的孽芽，也就是生出来更多棵的树莓。那现在像这样的高度的树莓，我们可以给它矮结一下，结多高呢？建议大家结40公分到60公分。如果这个树莓，我们就留长一点的杆子。为什么留一些这些茎杆？看这些茎杆结掉之后，我们这个位置就在叶的部位，它会有新的一个芽点。这个芽点冬天储存一定的能量，到我们的春天重新发芽出来新的树莓。所以这些树莓我都给它剪掉了，留一部分的高度，用我们御花园的这样一个枝剪，不留太高。这就是你移完盆可以留的树莓高度，不要它太高。这个加仑盆呢是去年我们移栽的，就在这里面过冬。因为去年也做个视频，树莓是特别耐低温的，在这样的加仑盆里面，我们的高山农场冬天的温度可能是在零下20度左右。看这个剪掉之后呢，这个从根部还会出来新的孽芽，然后这边剪掉之后，从第2年我们会从这个叶的部位，它们都会生出来新的一颗枝条。新的枝条就是双季树莓的第1季果子生果的枝条，第2季果子一般是由我们的盆里面从根部长出来的孽芽，再长出来第2季的果子。你看树莓枝条细，但是它上面的果子都不少，看到没？这就没有管理过这1嘟噜果。因为我们的树莓在棚子里面种的更多，个更大，所以这个树莓就没人来偷着吃。现在已经10月底了，这上面的果子还在这儿，都熟透了，也没有摘啊。短结了之后看起来就舒服一些，这些也不用怎么管它，枝条就放在这儿，这个盆子我们也放在这儿，就是不要让它缺水，时不时的浇它水。那这几棵树莓呢，我们给它留个80公分高，多留一点。在这个位置是叶部位新的芽点，在明年的春天，这个芽点会发出来新的枝条。这个叶部位不是出花芽就是出叶芽，看这个地方是花芽，但这个花芽因为温度低，它已经不会再有花了。这边也短结，你看这个枝条这个枝条是去年的枝条，到今年长出来新的树莓结了果之后，它到明年就已经不会再发芽了。所以说树莓地上部分只有2年的时间。然后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枝条，这个枝条的叶部位到明年它是一个新的芽点。那这边的枝条，这个枝条就没有必要留了。那这个枝条我们还给它留60到80公分，这边一样短结。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修整的方式。
然后在我们的盆子里面，也就是在根系上面，重新会分化出来新的树莓，这就是明年的第2批的结果枝，也就是第2季果。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么小的盆子换成这么大的盆，或者是地栽，那样树莓会给你很多的惊喜。好了，关于树莓的修剪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